渔民靠着船上的5000只蟹笼，出海一次便能捕捉到2吨重的红花蟹。为了捕捉到大量的红花蟹，还需要往海里投放25公里长的绳索，并且每相隔5米就得在绳索上套一只捕蟹笼。唯有如此大规模的捕蟹作业，才能保证接下来的大丰收。今天这期视频将带大家见识一下渔民出海捕捉红花蟹的过程。渔民开船去到专门捕捉红花蟹的海域，便马上开始今天的捕蟹工作。首先，他们将冰鲜小鱼做成的诱饵放入到蓝色的小盒子当中。5000只蟹笼需要放上5000条诱饵，所以这次出海捕蟹的工作强度不是一般的大。此时，负责投放蟹笼的渔民开始将装有 GPS 定位器的浮漂投放到海上。GPS 有助于渔民快速定位到蟹笼所处的位置，为第2天的收笼作业提供方便。随即便将第1只蟹笼投放到了海里，而且相隔5米就得挂上1只蟹笼。这项庞大的捕蟹过程需要渔民相互配合，每一个环节都缺一不可。由于渔船的首层甲板空间有限，所以摆放的蟹笼并不多，而在第2层甲板上还有2000多只正在等待渔民投放。随着鱼笼一只接一只被投放到海底，几吨重的鱼绳也在迅速减少。此时，一旁的渔民正在将诱饵放入到蟹笼里，随后将其推到下一个步骤。而这一边有人负责将鱼绳挂在蟹笼上。此时，渔船的速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太快或太慢都会影响到蟹笼的正常投放，所以只有经验老道的船长才能胜任开船的工作。在整个捕蟹流程里，最少得需要8个人来配合完成。如果他们之间配合的不够默契，就会影响到接下来的投放。不过，以他们无数次出海捕蟹的经验来看，今天并没有影响到蟹笼的投放，很快便把第1层甲板上的数百只捕蟹笼全部下放到了海底。紧接着，2层甲板上的蟹笼也在开始有序地被传递下来。他们先在上面架一把滑梯，然后顺着滑梯将蟹笼放到底层甲板上。此时由另外1名船员将诱饵直接摆放到蟹笼里面，这样就使得在投放的时候更加的方便快捷。随着蟹笼在不断的下放，甲板上的鱼绳已经被投放出去了一大半，同时渔民的工作量也开始减少了一半。现在只需3个人便能够完成投放工作，但由于上层甲板的范围太大，需要多名船员轮流传递蟹笼。此刻是他们最为轻松的时候，而且顺便偷个懒也是他们的拿手好活，但并没有影响到捕蟹工作。经过1个多小时的投放，此时通过船上的导航系统可以看到蟹笼投放的范围和渔船行走的路线，而且布置蟹笼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上层甲板的蟹笼也已经全部投放完毕。现在轮到投放船舱里面的蟹笼，船员直接使用铁钩将其勾出船舱，而一旁的船员也在准备着用于捆绑红花蟹的绳子。在1个小时前还是满舱的鱼绳，现在已经投放了一大半有多，接着只需将船舱里的剩余部分全部投放出去便可以完成任务。在把蟹笼全部投放到海里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时分，厨师正在有条不紊地制作着饭菜，豆芽炒肉和炖排骨，当然也少不了自己捕捉的红花蟹，并且还配有1锅菜叶清汤。丰富的午餐为他们为接下来的收笼作业提供了充足的能量。时间来到第2天早上，终于等来了第1只从海底打捞上来的蟹笼。虽然只有2只红花蟹在里面猫着，但却是非常好的开局。接连拉上来的第2只蟹笼同样也有2只红花蟹。在收蟹笼的同时，还需要将盒子里面的鱼饵丢弃。随着蟹笼在不断的被回收上船，红花蟹也在不断的增加。渔民在有条不紊的用绳子将螃蟹绑好，一般超过4两的才会进行打包装袋，未成年的会先丢入到红色篮筐中，随后再将其全部放归大海来年再抓。另外还需要有专人负责回收蟹笼和鱼绳。在回收的过程中，由于有着25公里长的鱼绳，他们只能依靠机器进行回收，而刚出水的红花蟹必须一边冲水一边进行绑扎，防止其缺氧死亡。可以看到，每一只蟹笼里面基本上都会有1到2只红花蟹，有些还能一次倒出4到5只，这让正在绑扎的船员开始有些应接不暇。此时收蟹作业一直持续到了傍晚，船上的灯也已经开启，众多的红花蟹被陆续收了上来，捆扎的速度始终都跟不上螃蟹上货的速度。同时被收上来的鱼绳也已经堆满了整个船舱，一直持续到了傍晚，也只是收了一半蟹笼上船。然而他们必须在把蟹笼全部收上渔船之后，才能有机会吃晚饭。捕蟹工作虽然辛苦，但是大丰收的喜悦却让他们每个人都忘记了饥饿。此时绑扎好的红花蟹已经装满了水槽，为了方便运输，还需要将其装入到网兜里面，而且每一袋的重量都在30斤上下。与此同时，必须将装好袋的红花蟹放入到充满海水的船舱里面存放，以免在运输过程中死亡。很
很快，众多的红花蟹便已经占满了整个船舱。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8点38分，蟹笼已经全部被收上了渔船，但是还有大量的红花蟹需要打包入库。而在回去的过程中，刚好遇到前来收购红花蟹的中间商，随即便在船上进行现场交易，拿起一把简易的称便开始进行称重。刚捕捞上船，就有人来抢着收购，可见红花蟹是多么的抢手。这一次一共收获到了2吨重的螃蟹，一次出海便能够为他们带来10万以上的收入。